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是我个人也是非常期待的一个作品啊，而且新鲜出炉。前2天刚刚发出货预告，今天北京时间11月30日，11月的最后一天，旗舰店它也出货了，就是来自 HOTTOYS 公司出品的大本重甲蝙蝠侠2.0豪华版。它一共有2个版本，一个是普通版，它是没有战损版配件的，也没有那个武器配件的，然后其他的好像是都有。然后豪华版这边会有一个标识，新鲜出炉，而且它这一次有牛皮纸运输箱啊，因为它有合金件，一般有合金件的东西，HT 都会给这个牛皮纸运输箱。OK，首先产品编号啊，1:6。2.0都有写 MMS 743-B63产品编号。哦，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开箱。啊，这个出货速度真是有史以来啊，我反正接触魔玩啊2年多，最快了。这出货预告一出就来了，就说明旗舰店这些货啊早就已经拿到了啊，就等着出了，而且年底啊都得发工资。来吧，很重啊，这一次啊，这个重甲蝙蝠侠。这个1.0的时候我就非常想入手，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2.0会出的一个消息了，所以没有入手。真是明智之举啊！因为这一次战损跟普通直接放在一个里面，之前还得买俩。来，我们拆开。而且我记得老版的1.0它是没有合金件的啊，就是软胶加硬胶。来，这个包装啊，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它这个风格。这应该是正义联盟电影当中啊，雨夜啊对战超人的时候的这一个造型，很帅。再看一下背面产品的厂家跟注意事项。OK，来往上提。好家伙，打开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些东西了，非常多啊！而且重甲本来就是比较高的，可以看到半真人头雕、嘴型，还有这些豪华版的一些配件、战损配件，跟这边应该都是豪华版才有的。咱们来审配啊，一共有2层。我靠，太沉了，我的，得给它倒出去。背部披风，我有点忘了，它这个披风是不是还有个战损呢？还是就只有一个？一共2层。第2层的话就是碎石场景地台啊，然后支架啊，这边依然是一个尿袋的设计。背部就是它的披风。好，放右边。啊，主体这一带啊非常沉啊，它这个本来就自带一个披风的，背部应该是一个无损的，战损的那个披风在另外一个盒子里方看到，就这么一些东西，还是挺不错的。OK，咱们现在就把主体拿出来看一下，本次重甲2.0究竟感觉怎么样？OK，咱们本次大本2.0就已经拿出来了，这个重甲非常非常帅，而且很重。刚刚称了一下啊，有120.07，我操，这个重量不得了。我可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漆面表现，反正在我个人眼里的这个感官，就是非常的亮，金属质感很强，而且它本来就是有合金件，整体的这个效果我就觉得非常好。然后它这个披风就是一个无损的，上面依然是有污渍，而且垂感非常合适，很舒服。所有
就算是无损的这个战甲上面也是有大面积的这个砍痕，包括胸部、裆部所有的地方细节都做得非常好。然后里面的这一身衣服，想必大家也看过啊，33的测评啊，里面是一个轻甲的一个战衣，所以说内部的这个细节构造啊，他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完美，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毕竟重甲包括1.0也好，这现在的2.0也好啊，可动当然是会相对来说比较差的一个环节。OK，然后我们详细来看一下，先是这个头雕，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版，当然就只有这个无损的这个大本头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嘴型这个刻画啊，我感觉稍微的怎么说呢，颜色跟细节啊没有那么深。怎么来形容呢？就是感觉还是有点淡啊。如果你是在远景看的话，就是肤质的这个纹理的感觉不会特别明显，只有你凑近距离看了才能感受得到啊。但我不知道另外几个脸型啊，我还没有看，看一下其他脸型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整颗无损头，上面也是有一些战损的痕迹，而且眼睛也是可以亮啊。大家都知道1.0的那一个头雕非常非常麻烦，每次去把头雕安装上去以后，左右拧啊，或者是旋转头的时候，非常容易把那个开关给弄上。背部也是可以看到也有这个细节。涂装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头这里虽然说啊是个硬胶，但是我觉得金属质感还是做的非常不错。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胸部这一块，胸部这一块很硬，这个应该是一个合金件，对，胸部这一块是个合金件。但是呢，这个肩带啊，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再配上一个战损的，稍微有点破旧的，那我觉得就更加完美了。这样的话，完美的一套无损，一套战损，对吧？胸部这里我看一下，应该是一个软胶件，这一块合金。肩胛这里也是合金，然后再看一下腿甲这里，这里是这一块小腿甲是合金，比例用的还是非常多的，1、2、3，所以非常非常的沉。小哑铃比一般的铁人都还要重啊，各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一下整个腰部跟腰带这里这个涂装啊，虽然说这边腰带的配件当然是没办法打开的，但是这一次的涂装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肤质涂装也都有，细节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这个轻甲的战衣啊，细节也是有做到。因为我没有玩过1.0，所以我不知道1.0里面的这个轻甲的战衣是不是有，或者是细节会不会啊也是做的挺好的。这个没办法做对比，我们只能看现在的2.0。好，然后我们再往上看一下大臂甲这里，合金件到这里是软胶，可以看到，不管是合金件，还有或者是下方的这个硬胶件啊，实际上它的色差不怎么明显，就感觉全是合金件。如果你不去摸的话，我感觉都有点分不清楚啊，稍微有一丢丢的小色差，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好，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看一下背部的细节，可以看到这边啊会有一个战损的凹痕，脊椎这里是一个软胶件啊，所以不用担心会坏。腰带是没办法去取下来的，跟这一段是重合的。再看一下屁股这里啊，里面是没有填充物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胶衣长时间就是如果你去把玩的话啊，跟这些外甲碰在一起，时间长了会不会有这个剐蹭啊、掉皮的这个风险？这个不好说。好，镜头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小臂甲开模这边非常尖锐，当心不要去扎到手啊，也不要去磕碰。
看一下手型，这个握拳手的话，我感觉涂装还行啊。这一面看的话，有点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立体感，但整体还是不错的，色差完全没有，可以看到手背这里没什么色差。OK，反到正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腿甲。首先，裆部这里的这个砍痕也是非常明显，是一个硬胶件，软胶链，它是一个软胶。然后到了大腿甲这里，所有的细节刻画都有，很舒服。这是大面积的砍痕，感觉做的也是挺不错的，而不是只是做了一个涂装啊，是真的有凹痕凹进去的那种感觉。再看一下侧面，细节是真的挑不出毛病，我个人觉得。好，然后到了膝盖这里有活动的空间啊，而且不是贴合的这里面的这个胶衣的，所以不用担心你这样动的时候会剐蹭到。小腿甲这里开模就比较平了，没有什么问题。再到脚部啊，这鞋子的细节也是啊，包括底部的这个钉子、鞋钉刻画的非常到位。再到背面还是不错的。OK，整体的这一个样子，咱们就已经差不多看过了。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究竟是怎么样。当然，大家都是有心理准备的啊。首先，它的螃蟹手不是特别明显，对吧？很舒服的一个体型，很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头部抬头幅度啊，几乎是没有，幅度很小。低头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360度是没什么问题。脖子这里也是有一个细节涂装。左右侧头稍微有一点点，但幅度不大。OK，然后看一下手臂啊，在没有取下这个甲胄的情况下，我们来看一下抬手能到什么地步。差不多到这里比较安全了，不然的话这里已经有点崩了啊，不大建议再去把它拉开。差不多这样的位置。然后我们看一下前抬手，幅度非常小，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后臂抬啊，到这里。再看一下手肘，手肘的话90度可以稍微再往上一点点，一点点啊，但幅度不大，而且会有明显的一个小折痕。大臂有一个旋转的幅度，但不大。前倾啊，也有一点，也是一丢丢的一个幅度。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胸腰可动。胸腰可动的话，对吧？来，首先没有，往后几乎也没有，左右有一点点啊，没有说完全没有。侧腰啊，也有一点点，它主要是靠这一段啊去做一个可动啊，实际上你可以忽略不计，只能做一点很小很小的一个动作。好，然后看一下腿部了，劈叉，保险起见到这里啊，不要再往下拉了，这个胶衣真的非常非常紧啊。前踢1、2、3、4，可以到4档，差不多这样了。再往上也会往回掉。后踢没有，屁股主导，膝盖弯曲90度，大腿也有一定的旋转空间，但是幅度很小，因为有这个外甲的一个干涉。脚步往前、往后、左右都有，而且关节比较紧。鞋面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可动，但是没办法折上去啊，幅度不大，一点点。它在没有地台的情况下，站立性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就你随便站，它不会倒，还是非常不错的，很舒服啊，整一个样子。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远景，还不错。OK，主体方面的话呢，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它众多的配件了，有什么好玩的，跟替换战损的这个涂装究竟感觉怎么样？
OK，配件方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说明书，毕竟要替换很多配件，这上面说明书也是比较厚啊。先从这边嘛，来，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嘴型的替换啊，嘴型替换还需要把头套给取下来啊才行啊。手的这个可动，它这个竟然可以90度啊，我刚刚没有那么重的往上掰。下方腿型可动，武器对应的一个手型，看你的下方啊，这个地台咱没有，这个是普通版啊，普通版的地台啊才有的，豪华版是一个场景地台。然后这边啊，这个头雕的一个供电方式，逆天啊，又是一个小插口。最后这个尿袋安装方式，来咱们看一下这边战损头替换，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啊，然后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哎战损的一些配件的一个替换啊，胸甲一定要严格按照它这个说明书来啊，这样来脱。这个肩带好像是能脱下来的啊，感觉能脱，等一下看一下啊，然后再往上翻，反面披风替换，肩甲替换啊，左右千万不要错了。然后小臂甲的一个替换，最后武器啊，也是一个尿袋供电方式，豪华版地台的一个安插，就这么一些东西。下方就是一个注意事项，尖刺的一些地方，说的挺详细，反正按照说明书玩就可以了。OK，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首先，嘴型，咱们来看一下，先是一个呲牙的一个嘴型，然后一个愤怒张嘴一个嘴型，而且可以看到里面的舌头。这两个相对主体上的那个抿嘴的一个表情，我更喜欢这两。我们来把主体拿过来，我们来看一下，来给它拿下来。这头罩拿下来还是挺费劲的啊！哎呀，好吧，拿到后面去，很紧，非常紧。拔的时候当心不要去蹭到它的这个。哎，这头好像，哦，我说错了，不好意思。这个头啊，不是软胶，这也是合金啊，很重。合金的头，我操，非常沉。嘴型在这里可以看到啊，往下，它有个磁吸点位，给它拉下来，替换上去。它有个小滑槽，看到吗？对准这个小滑槽，哎，这嘴型啊，一般啊，我不是特别喜欢，再换一个，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看一点。哎，这个可以，大家看3个喜欢哪一个，对吧？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一个，挺帅。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其他的配件。首先武器配件，这个我觉得涂装方面非常的精细。这一次看一下这个整个细节做旧涂装，虽然是一个塑料件啊，也没什么可动，很轻，但涂的是真不错啊。这次用心。好，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武器，它唯一的可动就是拖把，可以枪托拉伸啊，其他的是没有的。上面这个环啊，虽然说没有这个肩带，但是它已经做出来了。塑料件，OK，然后这2颗弹药，一颗是发射以后啊，应该是这个电影当中亨超拿在手上以后爆开来的一个样子。
涂装还行，还有一颗虹膜线能看得见，但问题不大，这涂装挺精细。然后这个毛，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配件，除了它的勾叠方式非常长，整个的柄是一个软胶件，然后拉远一点。前端这个透明分色做的挺不错的，内部也有一些颗粒感然后它的供电方式需要拔下来去插这个线我个人觉得就拍照的时候插一下，平时也用不着，非常长。如果是用我个人觉得如果是用鱼漂灯的话会舒服一点插线的话影响美观鱼漂灯也可以，这个再做的透一点光亮度也行参考像 InArt 出的那一些配件，插鱼漂灯也是可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手型，手型给的不是特别多首先一个一阳指手型然后一对放松手，细节也是可以，包括手套这里面的纹理也都做到。好，然后又是一对，这是握持武器的一个手型嘛，这两个很硬虽然是软胶件，但非常硬。如果武器握不住的话，用热风机吹一下，让它软一点再去套上去是可以的。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咱们的战损配件，战损配件一共有4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胸甲部分，胸甲部分还原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呢，它这个涂装，我们来看一下中近距离还是可以的，太细的你去看的话，还是会稍微有一丢丢的糊，但我觉得这一个已经是挺不错的，包括领子这里折损也都有，背面也是有个小凹痕它这个就是一个软胶件的不是一个合金件。看一下内部，它没有什么防剐蹭的一个海绵垫。好，然后是2个金甲，首先看一下这一个内部的细节这砍痕做的非常多摸上去也有棱有角，很舒服，不是一个纯涂装。好，然后再看一下这一个各种凹痕，可以。最后来看一下小臂甲，小臂甲它只给了一个，这个重度战损，包括旁边的这个也全都是凹陷进去的一个设计做的非常不错，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所以说你要问我买普通版还是豪华版，或者说就买一个普通版够不够用我个人觉得，如果需要这一款重甲2.0的话，真的兄弟们去买豪华版，物超所值。但是现在的这个价格有点高我们可以等到后期再看，因为这个预定量应该我印象中都不算小。好，最后它的一个战损披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尺寸，很大而且这污渍涂装可以看到每一面都有不一样的污渍涂装，而且有这个各种破损的一个痕迹处理。造型铁丝它也是给到了一根，我看一下两根造型铁丝可以稍微去摆一些造型它中间这2段是没有给到造型铁丝的，垂感也还可以，挺沉内部物料透光度也不高，挺厚实的。这个应该也是豪华版才有的，很不错。OK，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豪华版才有的这一个 C10场景地台，前方有它的铭文标识。这次铭文标识不是用了一个金属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直接是印在这个 C10上，很舒服，很轻不重。安插支架的一个地方，
那整个的碎石处理的话，依然是 HT 传统的这个做旧工艺，还可以，这一面看上去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小了一点啊，毕竟重甲它这个比较大，我觉得宽度可以稍微再延伸一点的话，那就更好了。好，支架的话给了一个透明的支架，给到了一个夹腰。哦，我觉得可以给一个蛇形软管吧，可以多摆一些造型。不过这东西后期可以自己配，所以问题不大。OK，然后我们再把重甲拿出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去替换这个战损的一个样子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把它给穿上以后，咱们再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一块啊给打开，因为想看一下里面的这一个轻甲的一个战衣是什么样子的。咱们来看一下，按照它的说明书来拆啊，应该是这里直接一个卡扣，这边还比较紧啊，拔的时候当心不要太用力，把它抠下来，肩带可以拆啊，然后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战衣的一个细节啊，实际上没有披风，我觉得它也挺帅啊。好，然后去把手抬一下，在这边说明书上有写啊，这里应该是可以抠出来的，我看是哪一段这一段吧。我们来把这个做一下参考啊，对，就这个卡扣，这样去卡开，我们来试一下。那这两个设计应该是一样的，掰一下，比较紧，手可以稍微再抬一下。这穿戴方式还是稍微有一点复杂啊，这左右还不对，哎，一边紧一边不紧的，真的是这样拆。拆的时候记得用巧劲啊，千万不要用蛮力，有点弄坏了。啊，拆下来了。但拆这个之前，还是先要把肩甲也给拆下来。看一下肩甲应该是一个魔术贴，魔术贴拆下，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小卡扣。拆魔术贴的时候也要当心，最好是用手顶一下啊，不要把这一个给弄坏了。啊，这是个小卡扣啊，给它转一下，扣下来，然后再把它给脱了。哇，这还比较难脱啊，非常硬，因为它是合金的，不是一个软胶件。把手稍微再抬一下，很硬啊。我就是不建议大家反复去穿脱啊，很容易就是刮到这个胶衣。轻一点，这穿脱啊，搞得我一身汗。脱下来了，这个也可以去给它，哎，这是一个魔术贴。虽然说这个不用脱啊，我只是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的这一个战衣的一个细节。哦，这里都有填充物，很软，包括腹部，哦，很舒服啊。轻甲的这个战衣也是还原的挺不错的。OK，脱完了，现在我们就把战损配件给装上去，看一下整体的效果。OK，咱们的战损配件已经装上去了，然后非常奇葩的一点呢，就是这一个手的战损配件装上去以后啊，还是会卡住，手心不知道怎么安都安不上去啊。如果再用力一点的话，肯定会划伤这个胶衣啊。这一点设计有点匪夷所思啊。我已经把这整个的这一块拿下来拼接以后再套上去也套不上，太难了。适配度有点不对，因为它本来这个圆的弧度啊是正好的，但是它这里做了一个凹痕以后，这个小臂甲它的孔缩小了一点，就很难再套上去。啊，我现在暂时只能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包括后面的这个披风啊，咱们也换上了。实际上
不去动造型铁丝的情况下啊，它垂感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两边啊，包括胸甲这里还是不错，眼睛还是得调一下啊，我现在没有调过，就只是这个样子，左右眼都有，看到吧？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头雕除了我觉得这边吧，这一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糊，但其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整个眼神的这个刻画啊，包括这个牙齿，还原度还是非常可以的。这颗战神头豪华版的配件是物超所值吧，我觉得。如果需要买这一款的话，这颗头必不可少。可动眼的调节也是有，配上这个整个战损去调节一下眼睛，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真的很硬啊，拔的时候当心把这里去顶住。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战损头，战损头可动眼的这一调节，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手指去调。很棒，重点后面调一下一个侧眼，我觉得侧边看上去会比较舒服一点。再往上抬一点点，哎，这样的一个角度也还可以。最早的官图不是这样的一个表情，它后期出货的时候修改了一下，面部细节还是非常不错的，象征度也还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战神头的话，我也可以给一个7、8分，在我心中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个眼神调节起来啊，要找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眼神，我感觉有点难。就把它往上看吧，往上看的话有点小呆滞，不知道为什么啊。时间关系，咱们就不调节了，就差不多这个样子，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OK，本期的这一个中奖2.0，咱们就差不多开箱到这里了。我个人觉得综合评分8.5分，在我心目当中非常不错的一个作品，绝对又是我年度10佳的一员大将。OK，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本期的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